你们好奇为什么中国人叫炎黄子孙吗？既然我们是炎黄子孙，那么我们的祖先又是谁呢？他是怎样诞生的呢？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又被称作华夏族？你们都知道吗？今天的故事以及以后我们会讲的一个故事，会来为大家一一揭晓这个答案。现在我们的故事就开始啦。在远古的华夏大地上，传说着两位伟大祖先的故事，黄帝和炎帝。他们的部落联合孕育出了华夏族的源流。炎帝则是神农氏，我们之前讲过了他的故事对不对？还记不记得你他以农耕之神的身份，赋予我们耕种与医药的智慧。而黄帝，一位被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他们不仅是华夏儿女共同的骄傲，更是流淌在每一位炎黄子孙血脉中的英雄。说到黄帝，这位华夏始祖的来历自然非凡，充满了神话色彩。他的父亲少典与其母亲傅宝之间的爱情故事，就如同一段预示着未来伟大的序曲。一晚，他们在无垠的星空下散步，沉醉于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之中。傅宝被一道犹如银蛇舞动的光束所吸引，它环绕着北斗七星，展现出一幅令人震撼的天文奇观。听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艾玛，能不能请你猜想一下，这种奇特的天象预示着什么呢？不知道。你不知道呀？一般有这种奇特的现象发生的时候，就会预示着，将会有什么样神奇的事情会发生，对不对？我觉得。那你觉得也是吗？好的，那我们再往下听听看哈。好的。就在傅宝想要唤醒沉睡的少典时，那束强光如闪电般击中了他，让他陷入了昏厥。醒来时，他已在少典的背负下返回了他们的避难所，一处山洞。不久后，傅宝感到一股生命的力量在他的腹中悄然萌动，意识到自己怀上了孩子。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他饱受孕吐之苦，几乎不曾进食，只是沉睡。少典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遂决定寻找一个清新宜人的地方，让傅宝能够在更加舒适的环境中养胎。最终，少典在轩辕地界找到了一个理想之所——寿丘山。那里山峦起伏，树木葱郁，泉水清澈，带来一丝凉爽。决定将家迁至此地后，傅宝的状况有所改善，开始安心养胎。然而，黄帝的诞生并非常规。傅宝怀胎长达24个月，这异常的孕期引发了周围的人的猜疑与议论。
直到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天空中似乎有龙在舞动。皇帝终于降生了。他的出现不同于常人，皮肤呈淡黄色，额头高耸，面孔仿佛龙之轮廓，哭声中带有龙吟之音。更神奇的是，他一出生便能环视四方，耳朵能自由转动，聆听世间的声音。听到这儿，我想邀请妮娜回答一个问题。刚出生的皇帝跟普通的婴儿长得一样吗？No。他长得不一样啊。不知道，可是不一样。那刚出生的婴儿，他的耳朵会不会四处转动呢？会吗？会。你知道你出生的时候，你的耳朵会向四周转动吗 ？No。那你觉得其他的婴儿的耳朵会四处转动吗 ？No。那皇帝的耳朵它可是会四处转动的，你觉得它跟其他的婴儿一样吗 ？No。那我们现在知道了它是不一样的，是吗？它还有其他的特质，也让它跟其他的婴儿不一样。那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呢 ？No。不知道。他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人。一般我们讲，如果婴儿长得和其他的婴儿不一样的话，那他就是一个非常人，明白了吗？他是一个光头人。他是光头人。有很多很多的小婴儿出生的时候都是光头。我没有。你没有吗？是的，确实是你出生的时候头一点都不光。我真的有很多头发，你们两个出生都有很多头发。好啦，我们现在继续讲故事啦。轩辕地界的人民纷纷前来观瞻，认为这个孩子非同寻常，未来定会有伟大的成就。少典和父宝为这个特别的孩子取名为轩辕，意味着他将带领华夏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轩辕的成长过程中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天赋这就是他出生的时候不一样的地方，他就也会展现出超人的天赋。一般故事都是这样讲的哈。几个月大便能言语和行走，展露出早熟的智慧。他的这些特质被后世的记载誉为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驯其，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这段话的意思是，出生时就具有超凡的神力，虽然身体弱小，却能说话。小时候就表现出公正无私的品质，长大后既稳重又敏捷，成年达到了聪明智慧的境界。这份记载在《史记·武帝本纪》中留存至今，证明了皇帝作为人文始祖的非凡之处。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然后我有问题要问你们两个人啦。那我先问艾玛，你想象一下哈，如果你有机会向皇帝问一个问题，你最想向他问什么问题呢？我不知道。你最好奇的是他神奇的出生，还是最好奇他后来怎么成为一个人民的最伟大的领袖的？不知道。或者好奇他有什么样的神力？觉得吧。我特别好奇他
有什么样的神力？或许他能展现给我看看。好的，很棒，谢谢你。那么下一个问题我问妮娜，如果你能给皇帝设计一个超能力，你想给他设计什么样的超能力呢？让所有人会听他的话。哇哦，那是一个很棒的超能力，太棒了！哇哦，我也想象一个超能力啊，你也想让他赋予他一个超能力？是长生不老的。你想让他长生不老？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有很多超能力，然后他们会学我们怎么弄超能力，然后就教我们怎么用那个超能力，然后太棒了，得到。太棒了，这个回答太棒了，很棒。我想那个艾玛得到的问题。哦，你想要问艾玛的，你想要回答艾玛刚才得到的问题。OK， 那你想问皇帝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让我们生活，我们不会死的。哦，也是长生不老呀。啊，你想让皇帝让我们变得长生不老，是这个意思吗？哇哦，这个也是很棒的答案，好棒！随着皇帝的诞生，一个伟大的时代即将开启了。他的降临，预示着中华民族将迎来一个崭新的、辉煌的未来。然而，在远处，又酝酿着一场危机和战争。那么，皇帝会面临什么样的危机？他又会迎接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如果感兴趣的话，请继续关注我们哦。我们下期再见，晚安，晚安，拜拜。拜。 3, 2, 1。你可以看前面， OK，表情稍微放松一点啊，就是好的，OK。